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YK。这个月初呢，高通在北京发布了骁龙 8S Gen 4。那整体呢，相较于上一代有一定的提升。那后来呢，我也去看了高通 QRD 工程样机的性能前瞻，测试出来的数据呢，还真的不错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首发高通骁龙 8S Gen 4的 Redmi Turbo 4 Pro。我们先来跑个分啊，在安兔兔测试中直接突破了216万分。作为参考，排行榜里的8 Gen 3机型呢，大概是209万。理论测试就这样，我们直接进入游戏实测。在测试开始之前，先来说一下测试条件。我们统一在25度室温下进行测试，使用 WiFi 网络，手动将屏幕全屏白底亮度调至300尼特，媒体音量50%，在电池设置和游戏侧面连中开启狂暴模式，所有游戏画质设置为全高，具体如画面所示。并且使用性能狗记录测试，毕竟是性能定位的机型啊。我们直接从崩铁开始，我们在长乐天 Type 4、星刹海中出各跑了20分钟。在游戏第30分钟时呢，我们突击测试了机身温度，正面屏幕最高38度，中框37.5度，后盖36.7度，这个温度还算比较舒适，不会太热。测试结束时，机身温度分别上升到了正面40.1度，中框39.6度和背部38.6度。游戏全程平均帧率54帧，平均功耗4.98瓦，消耗电量15%。虽然帧率没有完全拉满，但全程基本保持一条直线，非常稳定，也没有明显的帧率波动，游戏体验还是不错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一下绝区0，在光影广场步行区域跑图60分钟，在第30分钟时突击测温，正面屏幕最高温度38.7度，中框38.5度，后盖37.9度。测试结束时机身温度也只是略微上升，这个温度相比崩铁确实略高一些，但游戏全程平均58.2帧，基本没有太大的波动，平均功耗4.91瓦，消耗电量17%，这个数据我感觉还不错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原神，还是老规矩，在寻觅城绕圈跑图60分钟，第30分钟时呢，突击测温，正面屏幕最高温度40度，中框40.3度，后盖38.5度。游戏全程平均帧率60.1帧，基本没有明显掉帧，平均功耗5.7瓦，消耗电量18%。游戏结束后，正面温度稍微凉快了一点，正面最高温度39.2度，中框40.3度，背面39.2度。Redmi Turbo 4 Pro 这个调教确实比较狂暴。总结一下吧，这次 Redmi Turbo 4 Pro 用的骁龙 8S Gen 4是骁龙次旗舰首次采用全大核架构，甚至呢承袭了一些骁龙8至尊版的核心能力。我们这次实测下来，即使是崩铁、绝区0这样的高负载手游 ，Turbo 4 Pro 也能保证不错的游戏体验。在稳定性上呢，和之前测试过的骁龙8 Gen 3机型是差不太多的，温度和功耗也控制在了比较合理的范围。那本期视频的找人就是这么多，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同步转发。我是 HYK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祝个好运，拜拜。